就在今年的6月13号，在27届欧洲巴黎国际防务展上，除了莱茵金属公司展出了自家的 KF51主战坦克外，德法合资的 KNDS 集团也推出了开发的下一代坦克样车，即 EMBT 增强型主战坦克。那么这个 EMBT 呢，都拥有哪些技术？德国和法国又为何会联合开发下一代主战坦克呢？别急，跟着大兵一步步往下看。其实早在2017年，德法两国呢就公布了 EMBT 主战坦克的早期型号样车，之后呢更是在2018年欧洲防务展上向外展出。至于早期的 EMBT 坦克，仅仅只是将法国的勒克莱尔主战坦克的炮塔安装在了德国豹尔 A7 坦克的底盘上。其实想法也很简单，那便是这样既能够发挥德国豹系坦克 MTU-883 动力系统带来的性能优势，还能够发挥法国坦克自动装弹机带来的火力优势和自动化。当然了，这只是早期的 EMBT 坦克的初步技术探索。之后呢，在2022年欧洲防务展上，新一代的 EMBT 再次亮相，比之前早期型号的 EMBT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据德法宣传版的介绍，新一代 EMBT 主战坦克车体全长 10.45 米，车宽 3.85 米，车高 3.24 米，战斗权重 61.5 吨，其吨位是远高出同时展出的 KF51 主战坦克。22版的 EMBT 依然是采用了豹二 A7 的底盘，继承了18版 EMBT 的强大动力。与 KF51 和城市豹一样， EMBT 也拥有挂载附加装甲的能力，能够适应城市作战环境，也使得该坦克的最大战斗权重有提升至70吨的潜力。此外，22版的 EMBT 的炮塔是双人炮塔，配置了一门52倍镜 CN120F1 型120毫米滑膛炮。该款火炮与法国勒克莱尔坦克应用的主炮同行。除此之外呢，还安装有可以携带22发备弹的自动装弹机，能发射新型的 Shaw 的 MK1 或者先进的 MK2 穿甲弹，可以通过展示新的阿斯卡隆火炮和弹药概念来演变为未来的主要武器。该创新概念在提出显著增长潜力的同时，还提供了目前技术无法提供的性能水平。凭借着在120毫米滑膛炮方面的大量经验，对紧凑型弹药的掌握，以及在140毫米口径射击实验中获得的成熟度，此前 KNDS 便开发出了拥有开放式架构的阿斯卡隆，作为框架内合作开发的基础法德改良计划的实施，从而为欧洲坦克炮和弹药的未来标准奠定了基础。至于阿斯卡隆，则是代表了自动装填和可缩放的超性能火炮，属于是新一代的140毫米坦克炮，目的是在2025年达到技术准备6等级，从而促进其作为德法主战地面系统计划的主要武器系统的提议，能够帮助德国和法国武装部队研发下一代主战坦克和支援车辆。虽然说与 KF51 装备的130毫米滑膛炮以及勒克莱尔 XLR 采用的140毫米滑膛炮相比，现今的 EMBT 120毫米火炮显得有些落后了，未来面对敌方的新一代主战坦克时会力不从心。但是 EMBT 也有着更换大口径火炮的潜力。除了主炮外， EMBT 坦克最有特色的地方便是它炮塔上方的2座遥控武器站，显然是为了之后复杂的城市战环境而设计的。在 EMBT 炮塔右侧安装的是ARX30 遥控武器站，主武器是一门 M230 机炮，能够发射30×113毫米炮弹，备弹量为150发。该武器遥控站不仅配备了双向稳定系统，还配备了热成像和红外观瞄系统，主要用于摧毁无人机和地面软目标。该武器站的上下俯角为-15度到正55度，能够在巷战中打击位于高层建筑上的步兵。至于 EMBT 炮塔的左侧，则是安装了一挺 7.62 毫米机枪，不过该机枪没有与隔壁的 KF51 一样，而是将枪管包裹住进行修形设计，以此来防止枪口火焰暴露目标。当然了，该机枪也可以换装成榴弹发射器，可以像 T14阿玛塔一样集成数组烟雾发射装置。此外，与各国开发的新型主战坦克一样， EMBT 也在炮塔的四周安装了战利品 VPS 主动防护系统和 IAI 风衣探测雷达与激光告警系统。其中战利品会在水箱四周形成一个中和气泡，能够快速检测、分类和应对目前已知的所有化学能威胁，例如反坦克导弹、
无后坐力步枪以及火箭推进榴弹等等。至于 IAI 风衣探测雷达和激光告警系统，则是能检测、分类和精确定位激光源，例如指示器、测距仪、光束驱动器、红外照明器等等。除了激光源，多威胁检测系统还能够对雷达、射频源进行分类和精确定位，而这些系统都将在车辆内进行内置测试。虽然说现今的主动防护系统对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拦截效率还存在质疑，但主动防护系统却能够拦截低速的破甲弹、反坦克导弹以及单兵火箭弹，这在多次实验中已经得到了证实。在车组人员方面，新一代的 EMBT 坦克在安装了自动装弹机的情况下，依然是4名车组，其中2名成员呢位于车体前部，除了车长、炮长和驾驶员外，还增加了1名操作遥控武器站和无人机的成员。不过现今公布的画面并不知道该坦克携带无人机或者巡飞弹的位置。除了以上这些， EMBT 坦克还有安装有数字控制的现代电源组，能够允许线控驱动，这也是有人无人驾驶组队和远程自动驾驶操作的前置条件。在标准的配置中， EMBT 坦克还安装有皮雷尔 V 声学枪声探测器，属于一款完全被动的设备，能够提供实时威胁监测、识别和定位，从而大大提高了车辆及其成员的生存能力。虽说 EMBT 坦克是由德法2国共同开发的，但并非仅由这2个国家装备使用。作为曾经的陆上强国，德法陆上作战力量近几年呢一直在萎缩。德国陆军仅有3个装备主战坦克的装甲旅，而法国陆军也只有2个装备主战坦克的重型旅。如此小的装备量根本不能支撑起新型坦克的研制与生产。所以说，项目开始之期，德法2国就有一直在积极推动欧洲各国共同参与增强型主战坦克项目，其口号是打造欧洲人的主战坦克。但现实却是，德法一心推动的欧洲人的主战坦克在外销市场上可能会面临诸多挑战。比如说，随着美国与东欧各国的不断靠近，美制的 M1 系列坦克正在进军东欧市场。在2022年初，波兰就曾经订购了250辆 M1A2C 型主战坦克，此举很可能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效仿。再加上韩国也在向欧洲各国出售地面装备，其 K2 系列坦克先后参与了波兰和挪威的主战坦克竞选，甚至已经和豹2 A7 坦克同台竞争。另外还有莱茵金属公司的 KF51 黑豹主战坦克。随着众多竞争对手的加入， EMBT 坦克已经很难独享欧洲市场了。在 EMBT 坦克项目开始之前呢，德国方面一直认为坦克在未来战场上的作用依然关键。随着现今豹2系列主战坦克对现代反坦克武器和坦克防御能力越来越弱，下一代的主战坦克必须适应未来战争的需求，特别是能够对抗俄罗斯的 T14主战坦克这样的威胁，并且为德国国防工业的发展提供支持。所以德国军方要求欧洲主战坦克 EMBT 需要在态势感知能力、战场生存力、可维护性以及自动化等方面比现役的豹2系列坦克有一个跳跃式的提升，并且要在2030年3月前完成首批车辆的生产。至于法国军方的需求呢，则更为具体了。首先是相关概念主要集中在机器人化、数字化、状态感知、人工智能以及火力4大方面。除了传统的3人车组方案以外，还有类似的 T14坦克集中成员布局和机器人坦克的方案。从这里就能看出啊，德法2国对于 EMBT 坦克需求的理解，都是从自家现役主战坦克的短板或者传统偏好来入手的，而且都以 T14坦克作为明确的作战目标。大兵举例来说，冷战中的德国主战坦克，其火力、火控和机动性都是传统强项，但装甲防护技术的发展就相对落后。至于豹2系列从 A5 型之后的改型，它们用于提高防护能力的装甲材料，实际上是一种膨胀装甲结构。为此，克劳斯马菲公司与莱茵金属公司在冷战结束之后，就将发展重点放在了碳化硅陶瓷复合装甲材料方面，目的呢就是用于改进现役的豹2系列坦克，或者是用于未来新一代的主战坦克。至于法国主战坦克呢，则是偏向自动化和信息化方面，例如 AMX56 勒克莱尔主战坦克，在自动化和信息化方面就走在了第3代主战坦克的前列。之后，随着 T14坦克的出现，法国军方认为勒克莱尔在这些方面的领先地位已经受到了威胁。事实上， T14所展现出的一些新一代坦克发展的倾向，比如无人炮塔布局、新一代主被动防御技术、新型动力模组、
车载有源相控阵雷达以及火炮、遥控武器站等等，非常契合法国对现代化主战坦克的畅想。也正因为这些，德法开发的未来地面作战系统方案中才会体现出与 T-14的一些相似之处。另外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那就是 EMBT 坦克很可能被具体的反映到无人炮塔布局的应用中。这不仅是因为无人炮塔布局有着信息化、自动化以及战场生存力高等优点，它对于增强火力也是至关重要的。由于无人炮塔布局能够不考虑在火炮身管上装抽烟器，有利于提升炮口初速和火炮膛压。事实上，德法在 EMBT 坦克的规划中，火力优势一直被放在与信息优势同等重要的位置上。EMBT 主战坦克作为永久结构性合作下的联合研发项目，虽然是由 KNDS 集团作为承研单位，但是 KNDS 集团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德法合资企业，而是由强大的军工集团耐克斯特和克劳斯马菲合并而成的。这放在以往是很不寻常的情况。耐克斯特公司不仅是法国唯一的地面防务系统集成商和制造商，还是欧洲第3大地面、空中以及海上武器系统和弹药厂商。其前身呢是 GIAT 集团，著名的 AMX-56勒克莱尔主战坦克就是由 GIAT 集团所研发的。至于德国的克劳斯马菲韦格曼公司，是欧洲最大的地面战斗车车辆研制和生产厂商，代表作呢就是强大的德国豹系主战坦克。由于耐克斯特和克劳斯马菲公司本就是巨无霸般的存在，两者的合并呢，也是欧洲近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合并，从而形成了欧洲最大的陆上武器装备生产企业。不过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早在2015年，耐克斯特和克劳斯马菲就合并成立 KNDS 集团，这个时间呢比大家印象中要更早一些。事实上呢，在 KNDS 集团成立后的2016年，德法就相继主导出台了一些重量级的防务文件，比如2016年欧盟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全球战略中就指出，欧盟不论在内部还是外部都存在着生存危机。之后，法国国防部也在2017年公布的防务与国家安全战略评估中指出，欧盟自身的战略环境发展前景在冷战结束之后从未如此难以预测。在 KNDS 集团成立之后，德国的反应与法国类似，从侧面反映出了 EMBT 坦克的深层本质，亦是德法防务合作开始纵深化发展的物化体现。防务工业的整合与发展对德法的意义已经超出了简单的安全与防卫能力，而是牵扯到了德法未来在国际社会中的战略地位。一些欧洲防务专家就曾说到，这次德法加大防务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欧洲长期以来在武器装备方面享有的领先地位受到挑战。欧盟委员会关于启动 EMBT 坦克项目中的文件也指出，为了应对明天的威胁和保护其公民，欧洲需要提高它的战略自主，这边要求其在发展重要领域的关键技术和战略能力，以此保证 EMBT 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那么大家认为 EMBT 增强型主战坦克怎么样呢？欢迎在评论区内讨论，如有纰漏也欢迎各位指出。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武器，也可以发在评论区内，大兵会尽快将其安排上日程。想了解更多，记得点关注，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